这是哪儿？丁，检测到宿主灵魂波段吻合，万古最强宗门系统绑定中，绑定成功。由于宿主初次降临玄幻世界，发放新手大礼包，大地境修为，无缺道火，极道地兵虚空神钟。穿越了，还直接满级了。前世做个996的摄菜，这辈子既然无敌了，那必须得躺平享受退休生活。丁，宗门驻地已确认为当前荒山，自动更名为昆仑宗。发布终极新手任务，请宿主在半个时辰内招收第1名拥有气运之子命格的弟子。任务失败惩罚剥夺大地修为，神魂俱灭。我靠！强制打工，半个时辰，这荒山野岭的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去哪儿找什么气运之子？找到了，还真是新闻标准开局啊！叶晨，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你天生至尊骨又如何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那落魄的家族根本保不住这等神物。我宗看上了你的骨，那是你的荣幸。柳如烟，你我从小定下婚约，我待你如挚爱，甚至将修炼资源全数让给你。你不仅背叛我，还带着反宗的长老夺我至尊骨，毁我叶家道统，你好狠！良禽择木而栖，怪只怪你太弱小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弱小就是原罪。李长老，杀了他吧，以免留下首尾。这世间难道就真的没有公道了吗？我不甘心！谁？目标姓名叶晨，命格气运之子，体质残缺至尊骨，可涅槃为无上混沌剑体。阁下是谁？竟敢管我八指宗的闲事！这小子是本宗要杀的人，识相的赶紧滚开，否则……聒噪，滚！你刚才说弱小是原罪，若是只懂恃强凌弱，修的什么仙，求什么道？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！是宝总逼我的！我不杀你，你的命留给他自己去取。滚吧，告诉密宗，若有不服，尽管来找我。你本天骄，却遭背叛，这世间不公。但只要你骨头够硬，你的剑就能斩破这一切不公。做我的大弟子，我许你重塑根基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弟子叶晨，拜见师尊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收到第1名气运弟子，新手危机解除，宗门系统正式激活。大帝的退休生活算是正式拉开帷幕了。挖你至尊骨是他们有眼无珠，但在为师看来，那所谓的至尊骨不过是天道施舍的一根骨头罢了。修仙一途逆天而行，若将自己的无敌之路寄托于天生的一块骨头，一点体质上终究落了下场。叶晨，你且记住，我昆仑宗的弟子不敬天不拜地，真正的无敌从来不在骨而在心。只要你心怀不屈之剑，哪怕凡体凡盔，亦能斩落漫天神佛。弟子谨记师尊教诲。很好，守住本心。啊！
喜宿主，大弟子叶晨成功觉醒无大地体混沌剑体。师尊再造之恩，弟子肝脑涂地，难以为报。起来吧，去后山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服，顺便去灶台那边抱点柴火过来。为师要生火煮茶了。是。李长老的本命玉牌碎了，是南荒边陲追杀一个失去至尊骨的废人，竟然陨落了，是谁干的？爹，替我报仇，替我报仇啊！那个叶晨没有死，南荒那座破山上藏着一个不知名的老怪物，他一句话就杀了李长老，还废了我的丹田。什么？宗主，此人能秒杀李长老，恐怕至少也是魂宫境的强者，甚至有可能是涅槃境的隐世高人。放屁！这穷乡僻壤的南荒，灵气稀薄的像旱厕，哪来的涅槃境大能？以本宗主看，顶多是哪个重伤垂死的老魔头躲在那里苟延残喘，用了什么秘法偷袭了李长老。传我号令，请动宗门底蕴玄天阵，大长老、二长老、三长老，你们三人皆是神海境后期，立刻率领500内门精锐乘坐战船踏平那座荒山，把叶晨那个小子和那个老嬷嬷的残败之躯给我带回来祭体。是。师尊，这柴火到底是什么树？哦，好像叫什么9天蟠桃神木，质地太硬，火候不够旺，勉强用来烧烧水罢了。9天蟠桃神木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交出叶晨，自废修为，跪出来领死，我包宗可留尔等全尸。师尊，是港满宗的人，弟子惹来的祸事，弟子愿下山迎敌。迎敌？就这几只苍蝇，也配让你去拼命？我昆仑宗的弟子，是用来镇压万古天骄的，不是用来和这种垃圾浪费时间的。接剑。师尊，这是……作为大弟子，第一场立威之战，应当赢得漂亮些。去吧，不用任何武技，用尽全力，挥出一剑即可。遵命。看来那个所谓的老怪物是个缩头乌龟，准备开阵，把这座山给我平了！大长老，快看，有人下来了！是叶晨那小子，这小子是不是被挖了至尊骨，脑子也坏掉了，拿根树枝来负荆请罪吗？叶晨，你那背后的高人呢？莫不是吓破了胆，让你拿根树枝出来当替死鬼？既然如此，本长老就送你上路。今日，我代表昆仑宗，送尔等下黄泉。这就是师尊赐予我的力量吗？一只桃木，竟可展现裂天。师尊神威，盖世无双。劈个柴搞出这么大动静，这徒弟还得练啊。童子，你这给的鱼竿结不结实啊？回宿主，此竿乃100万年先天苦竹为主干，钓线则抽自纯血太古真龙之龙筋，鱼钩由首山之铜锻造，可钓星辰。凑合用吧，只要别断了就行。总算能清静会儿了。天狐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竟不惜勾结黑暗禁区，背叛苍生，背叛我！我不能死，绝对不能！以我地血为引，不谢！
许。这等伤势，换做别人死10000岁都不够。也是你命大，正好掉进了我的造化灵池。看在你帮我打窝的份上，救你一命吧。别碰我！你是天虚派来的走狗，还是那几个禁区老魔的爪牙？想杀我，你们也得付出代价！把剑收起来，你挡着我看鱼漂了。这是造化混沌液，这等神物在上界哪怕出现一滴，都会引发数位大帝的血拼。而这里竟然有整整一个池子，他手里拿的鱼竿，那紫色的竹节，那萦绕的大道法则，那是100万年才长1寸的先天苦竹，还有那根吊线，上面隐隐有龙威咆哮，那是9爪太古真龙的龙筋。上界最后一条9爪真龙，不是早就陨落在仙谷纪元了吗？纯血的麒麟神兽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他到底是谁？看够了吗？你遭人背叛，坠落凡尘，心中充满怨恨与防备，这很正常。但你若因为别人的背叛就冰封了自己的内心，视天下所有人为敌，那你这辈子也就在这里止步了。背叛是背叛者的懦弱与罪恶，而宽恕与重拾是信任，才是强者的从容。修仙求道，若是连自己的心都守不住，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就算让你重回巅峰，你依然不过是一个被因果操纵的可怜虫罢了。我救你，是因为你命不该绝，不是让你在我的地盘上发癫的。我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更谢前辈指点迷津。清寒受教了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，转世女帝苏清寒，对宿主产生极度敬畏与感激，符合收徒条件。很好，第2个徒弟，这不就自己送上门来吗？相见即是有缘，我看你根骨虽然残破，但勉强还算过得去。我昆仑宗正好还缺个打杂的弟子，你可愿拜入我门下？弟子苏清寒拜见师尊。起来吧，以后你就是我昆仑宗的2弟子了。去前院找你大师兄叶晨，让他带你熟悉一下环境。2弟子，能被师尊收为大弟子的人，必然是惊才骇叶、镇压万古的无上天骄吧？自己定要好好结交，不可失礼数。是，师尊。唉，这帮徒弟一个比一个能折腾，今天这鱼怕是又钓不成了。造化灵池，先天苦竹，麒麟神兽，师尊底蕴深不可测，能坐稳大弟子之位的人，该是何等惊世妖孽！神海境初期，你就是师尊口中的大弟子叶晨。想必你就是二师妹了。在下叶晨，师尊门下大弟子。师妹身上的伤势可曾大好了？谁是你师妹？修仙界向来达者为师，强者为尊。你不过区神海境初期，甚至根基之中还有刚重塑不久的痕迹，显然是个刚入门的新手。我苏清寒拜的是无上的师尊，而不是你这个弱者。想做大师兄，可以拿出让我心服的实力，我们打一场，谁赢了，谁是大弟子。真正的无敌，从来不在古，而在现。既然师妹想要切磋指教，那做师兄的自然奉陪到底。好霸道的剑体，难怪能被师尊看中。不过，仅凭这种蛮力，还赢不了我。极度冰封，来得好！
大清早的，拆家呀！师尊，我收你们入宗，是让你们互相残杀的。师尊，修仙界弱肉强食，他实力不如我，如何服众？我只是在按规矩办事。哼，规矩，在我昆仑宗，我的话就是唯一的规矩。外面那个所谓的修仙界，为了争夺一株草药，易破功法，同门相残，父子反目，那叫什么修仙？那是茹毛饮血的野兽，那是丛林法则里的可怜虫。你们给我记住，我昆仑宗不是养蛊的毒功，而是你们可以托付后辈的家。你们的刀剑应该对准那些恃强凌弱的恶徒，对准那些视人命如草芥的世家，对准那些妄图吞噬苍生的黑暗动乱。长者生来就该有庇护弱者的脊梁，弱者更该有迎难而上的傲骨。身为同门，你们该比的是谁杀的仇敌多，谁护的同门广，而不是在这里为了一点虚无缥缈的辈分，用我赐给你们的力量互相斗狠。师尊施教训的是，弟子愚钝，险些伤了同门和气。无论师妹如何看我，她始终是我昆仑宗的人。若有外敌来犯，我叶晨必挡在师妹身前，死战不退。天虚为了利益背叛我，可他却愿为初时的同门死战不衰。真正的强大，从来不是对内逞凶，而是对外挥剑。师尊，弟子知错了。苏清寒，见过大师兄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望大师兄海涵。师妹客气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行了，既然知错，那就把院子收拾干净。这本破书本来是我拿来垫垫桌脚的，刚才被你们一闹，桌子又晃了。你们俩拿去看看，若是能参悟一二，也省得以后出去跟人打架丢了我的脸。这上面记载的，竟然是直指无上仙王大道的绝世仙法。上界一卷残篇都能引发连天掠战，师尊竟拿它垫桌脚。师尊传道之恩，弟子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宗主，全军覆没，大长老他们全死了呀！这不可能！500精锐，3名深海境后期，就算是一流宗门想要全歼他们，也绝不可能连一点求救信号都发不出来。宗主，那南荒荒山里必定藏着惊世老魔，他这是在挑衅我们整个南荒的修仙界。传本宗主号令，立刻向黑风煞、烈火谷等4大附属宗门发出最高级别的除魔集结令，就说昆仑荒山有邪魔出世，妄图吞噬南荒灵脉，我紫阳宗愿倾尽宗门基调，拿出紫阳玄天阵的阵图，与诸位同道共诛邪魔。今日本宗主要聚集3000修士，哪怕是把那座荒山一寸寸的挖开，也要让那老魔谋死无葬身之地。叶晨，火候稍微小一点，这可是太古遗种青天大力牛的骨髓汤，火太大了，容易把里面的大道法则给煮散了。是，师尊。9叶星辰草、金翅大鹏肉、火灵髓调味，大帝都求而不得的神物，竟用来煮火锅。清寒，发什么呆呢？这星辰草烫个3息就能吃了，再烫就老了。师尊，这等绝世神物就这么吃下去，会不会太暴殄天物了？哪怕是用来炼丹，修仙是整天颗粒破草要打生打死，还是把好东西全藏在库房里发霉，等自己快死的时候再拿出来续命？外面的世界本末倒置，修道者成了资源的奴隶，为了变强而放弃了作为人的乐趣和底线。但我昆仑宗不同，资源再好，也不过是为我们服务的死物罢了。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安安稳稳地吃顿热气腾腾的饭，远比那1、2颗仙丹来的实在。大道至简，顺其自然，捂住心中的这一份烟火气，你们的道心才不会被岁月的漫长所侵蚀。多
多谢师尊教诲。昆仑荒山的邪魔，听着！今日我紫阳宗联合4大宗门，3000正道剑士在此，布下天罗地网，交出叶辰，交出你们窃取的造化，本宗主或许还能大发慈悲，留你们一道残魂去投胎。布阵，紫阳玄大阵，起！不知死活的蝼蚁，竟然敢打扰师尊用膳！大师兄，你继续给师尊烤肉，我去把他们全宰了。师妹且慢，这种粗活还是交给我吧，免得脏了你的手。行了行了，都坐下，菜都要凉了。对付这种连反派话术都只会背公式的杂鱼，还用得着你们2个亲自动手？去吧，动静小点儿，别把山下的花花草草给烧坏了。这大棚肉确实劲道。怎么？那老魔头是知道死期将至，连跑都不敢跑，只能派一条看门狗出来送死吗？既然如此，本宗主就先烤了这条狗，再平了这座山，阵法给本宗主轰！那是什么火？我的法宝融化了，灵力在燃烧。这威压，太古神兽，这怎么可能？荒山怎会有太古神兽？前辈饶命啊！师妹，习惯就好。在咱们昆仑宗，哪怕是条狗，出去也是能横推一域的存在。赶紧吃，这肉凉了就腥了。丁，系统检测到中州南荒交界处天荒秘境即将开启，发布阶段性主线任务，名扬天下，派遣弟子夺取秘境核心太古十凶石卵，打破圣地垄断，扬昆仑之威。任务奖励：宗门声望值加1万，圣阶护山大阵升级卷轴，极道地兵线索1条。天荒秘境，太古十凶石卵，这系统倒真是贴心，连3徒弟都给安排好了。叶辰、清寒，来后山见我。师尊，你有何吩咐？中州交界处的天荒秘境即将开启，里面有一枚太古时代的石卵，与我昆仑宗有缘。你们2个下山走一趟，把它带回来。第一，不可恃强凌弱，不可滥杀无辜散修。第二，若是遇到那些圣地天骄妄图垄断机缘，包场欺人，不必顾及他们的背景。第三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了就捏碎我给你们的玉简。记住，我昆仑宗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天塌下来，为师给你们顶着。师尊放心，敢阻我昆仑宗者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弟子绝不堕了宗门威名。去吧，这2件防身的小玩意儿你们带上。这天荒秘境乃是无主之地，凭什么你们3大圣地要封锁入口，不让我们散修进去？凭什么？就凭这是中州，就凭我3大圣殿的规矩，就是天理。这秘境中的机缘，岂是你们这些散修有资格染指的？立刻滚出陨神平原，否则杀无赦！什么人竟敢管我广寒圣殿的闲事？老人家，小姑娘，你们没事吧？天地生养万物，造化本是有德者居之，你们却在这里草菅人命，把修仙者的脸丢尽了！放肆！哪里来的乡野村夫，
也敢妄议我等圣地？区区神海境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来人，给我碎他灵海，废去他的修为！大师兄，对付这种狗仗人势的人，何须脏了你的剑？我来。广寒圣地，跪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乃广寒圣女，你敢动我？你这嘴太臭，我替你家长辈教你规矩。从现在开始，这秘境入口，谁都能进。谁敢再拦，他就是下场。好，这位仙子打得好。去，圣地规矩，兄弟们机缘就在眼前，冲啊！查，立刻去查，这两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圣子，刚才我隐约听到那名剑修小子自称来自南皇昆仑宗。昆仑宗，很好，本圣子记住了。进了秘境，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在那个方向，有一股极其古老、霸道的生命气机正在蛰伏，隐隐有龙吟之声，那应该就是师尊所说的太古十凶石卵。走。把这群散修给我押上去，引出精血！苍罗圣子，你不得好死！大家都是修仙者，你竟有如此阴毒的魔道手段！魔导，成王败寇罢了。你们这些蝼蚁的本源，能为本圣子唤醒这头太古十凶，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继续重取本源，别停！什么人？杀你的人。师尊曾言，修仙者不敬天不拜地，当有迎难而上的傲骨与庇护弱者的脊梁。你们这群披着圣地外衣的畜生，为了区区机缘，竟视人命如草芥，用同族的鲜血来铺路。今日我叶晨便替天行道，斩了你们这些所谓的圣地天骄。是你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在外有10万散活护着，本圣子还忌惮3分，但在这秘境深处，你们竟敢送上门来！玄黄圣子，你我联手，先杀了这对男女，再平分这太古尸卵。哼，正合我意。什么？你这到底是什么体质？你还不配知道。大师兄的混沌剑体竟霸道如斯，就算我前世在这个境界，也只能与他五五开。师尊调教出来的怪物果然可怕。不好，石卵要破壳了！滚开！
完了，太古真龙狂暴，我们谁都活不了。鸿蒙，好舒服的气息，同源。龙饿了，龙要跟着你们，要吃肉肉。这就是太古师兄之手。看样子，他是被我们修炼的鸿蒙天经气息吸引，把我们当成亲近的同类了。既然相逢即是有缘，小泥鳅，跟我们回昆仑，那里有我们的师尊，他烤的大棚肉，管够。多谢恩公救命之恩，若非恩公出手，我等今日必死无疑。诸位道友，快请起！修仙本是逆天争命，不该以践踏同族性命为乐。我昆仑宗行事，只求无愧于心。两大圣子捏碎了求救玉符，圣地大能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们速速离开秘境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大师兄，你刚才感受到了吗？有几股极其恐怖的气息，正在强行撕裂秘境空间壁垒。那是超越了神海、魂宫、涅槃的绝对力量。是圣人境，我们废圣子夺真龙，这群老怪物要狗急跳墙。跑！你们以为自己还能跑得掉吗？本圣子已献祭半身心血，激活最高级别接引神符，老祖马上降临！你们统统要被抽魂炼魄，永世不得超生！聒噪！是谁敢伤吾苍罗圣地龙寺，夺吾圣地造化？好恐怖的压迫人！小辈，交出真龙诱拐，自废修为，随老夫回苍罗神都领死。领死？哈哈哈！你们圣子残害散修草菅人命，你们不加管教，反倒下场强抢，这就是你们名门正派的作风。我看你们比魔修还要令人作呕！放肆！区神海境蝼蚁也敢对圣人妄谈对错？圣人的意志便是天理，弱者的哀嚎不过是耳边风。不用与他们废话。剥离真龙，搜魂夺魄，看看他们到底是哪个饮血老魔调教出来的孽障！覆水相谈，开！准地防御法宝又如何？我倒要看看这乌龟壳能护你们到几时。师妹，撤去结界吧，不用死撑了。大师兄，撤去结界，我们瞬间就会被碾成肉念。放心，有师尊在，天塌不下来。打了小的，来了老的，你们真以为圣人境界就能只手遮天？我昆仑宗的弟子，不是你们这些垃圾可以随意揉捏的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今日就算是你背后的师尊亲至，也得给我们三大圣地跪下磕头。是吗？那你们就好好看着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只手接天！本来想睡个午觉的，你们这些老帮菜，
就非得来惹我的徒弟吗？发生了什么？这股气息凌驾万道的至高威压，不可能！师尊，就是你们几个老帮苦，仗着多活了几年，在这里欺负我的徒弟。前辈，这是误会，我们是中州三大圣地太上长老，有准地老祖坐镇。你们想杀人夺宝、抽魂炼魄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结个善缘？现在打不过了，被人踩在脚下了，就开始搬背景、讲条件了。跪！前辈，饶命！我们知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叶晨、清寒，你们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们以后要面对的所罪位大人物。剥去修为外衣，在死亡面前，比蝼蚁还要丑陋不堪。记住为师的话，真正的强者是见识世间险恶后，依然拔剑保护弱小，坚守心中公平与底线。如果为了变强丢了脊梁，就算修到尽头，也不过是可悲的魔头。你们的剑要永远指向自诩高贵的丁者，而不是无力反抗的苦难人，明白了吗？弟子谨记师尊教诲，若违此事，愿受天打雷劈，永坠地狱。很好，这6条老犬，为师已经废了圣人根基，留他们在秘境自生自灭，带着小泥头回山吃饭。好一个南皇，好一个昆仑宫，废我传人，碎我根基，此乃践踏我圣地颜面。圣主，那人深不可测，他恐怕是准帝。闭嘴！你被吓破了胆儿，连脑子都不清醒了吗？哼，10万年天道残缺，怎么可能有无缺准帝？更别提大帝境界。汤罗兄说的没错，本座已查阅古籍，那法相绝非他本人力量。南荒灵气枯竭，绝无此等强者。唯一解释是他挖出了准帝禁器，狐假虎威罢了。有道理。若真有准帝坐镇，早就统一3000道域了，何必窝在南荒破山？他们这是装神弄鬼，想吓退我们独吞太古真龙。传本座法旨，即刻发布最高级别诛魔令。昆仑宗勾结魔道，残害同道，我3大圣地替天行道，铲除毒瘤。集结10万神海精锐，唤醒12位大圣长老，祭出镇宗7道阵图。挑衅圣地者，诛九族，灭道统，鸡犬不留。都给我住手！你们2个饭桶，再敢糟蹋我的菜园子，今晚就炖了做龙虎斗。去墙角面壁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动。笑什么笑？你看你们俩带回来的什么玩意儿，比这死狗还能吃。师尊息怒，小师弟正在长身体。师尊，山下传来消息，中州3大圣地发布了诛魔令，说我们是魔道，集结了10万大军和12位大圣，正朝昆仑山杀来。
他们还邀请了各方势力观战，想拿我们昆仑宗立威，杀鸡儆猴。10万大军，12个大胜，就这？我还以为他们舍得把棺材里的老祖宗挖出来呢。格局还是太小了。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他们喜欢玩人海战术，我们就给他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。去，把前院大门打开，把院子卫生打扫干净。师尊，大军压境，我们不需要开启护山大阵吗？开什么阵？我昆仑宗行事光明磊落，从不关门谢客。他们大老远跑来送死，总得给他们留个埋骨的地方。扫地，备茶，等他们来了，为师再教你们一招新的剑法。是，弟子遵命。快看，前面那就是昆仑宗！汤罗圣地太上长老，下方狂徒听着，尔等残杀圣地弟子，强夺天道造化，罪无可恕。今日3大圣地联军至此，顺应天道荡平魔幻。若此刻跪拜自负，交出太古真龙，本圣还能留你们全尸。师尊曾教导我扫地，扫的不仅是地上的灰尘，更是心中的蒙尘。我本以为你们活了数千年，心中该有朗朗乾坤，现在看来，你们的心早被贪婪傲貌腐成了烂泥。想要真龙，想要传承，何必找冠冕堂皇的借口？强盗就是强盗，披上圣地外衣也盖不住骨子里的卑劣。昆仑宗大门就在这里，想踩过去，可以。拿命来填！这少年疯了！神海境竟敢骂12位大圣是强盗！狂妄无知的小子，找死！先锋营听令，踏平这座院子，将2个小辈就地镇压。师兄，师尊正在休息，可不能让这些苍蝇吵到他老人家。那是自然，院子刚扫干净，可不能让他们弄脏了。混沌剑体开，大燕红蟒剑斩！冰封万里！混账！执法堂接天罗地网阵，给我镇压他们！春雪麒麟神火，还有太古真龙幼崽，这昆仑宗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废物！一群废物，退下！诸位，不必讲规矩了。我们12人联手结大圣绝杀阵，先镇压小辈和畜生，再对付里面的老魔头。师兄，境界差距太大，我们挡不住。挡不住，也要挡！师尊说过，强者要有庇护弱小的脊梁。今日除非我死，否则他们休想踏入这扇大门半步。叶晨，剑者宁绝不弯是好事，但若是不懂借势，那叫匹夫之勇。我传你们鸿蒙造化天经，不是让你们拿去跟人硬碰硬拼蛮力的。看好了，大道至简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这一招名叫弹指遮天。
是连院子门都没出，就重创了12位大圣。都说了昆仑门前皆蝼蚁，怎么就是不信邪呢？怪物！那座山上藏着真正的怪物，快跑啊！大圣都陨落了，我们上去就是送死！逃！快逃回宗中！都不许退！谁敢后退半步，杀无赦！事到如今已无退路，那人疑似准帝，我们必须唤醒宗门老祖。好，既然他不给我们活路，那大家就鱼死网破。3大圣地弟子听命，为了圣地万世事业今日，需要你们献出本源的时候到了，启动唤祖大阵。圣主，你要干什么啊？我的灵力，我的本源，圣主饶命啊！虎毒尚不食子，这群圣主连畜生都不如。上界亦常有此类惨状，扭曲的修仙界早已腐朽不堪。恭迎老祖复苏！3万年了，是何方宵小，竟敢逼得当代圣主用禁术将本地强行唤醒？你们可知，本地一旦苏醒，若不吞噬强者的灵韵，便会彻底作化。老祖，山中老魔镇杀我圣地大圣，还夺走太古真龙。他疑似准帝，恳请老祖出手镇压，夺取真龙。天佑无宗！有了这太古师兄的本源灵院，本地不仅重回巅峰，甚至有望窥探那传说中的无缺大帝之境。休想伤害我宗门分毫！藏头露尾的老鼠，速速交出真龙与道果，本地可留你残魂。原本看你沉睡了3万年不易，想让你在棺材里安详的睡死过去，你非要跑出来诈尸，还抽了那么多小辈的灵力，弄得四下乌烟瘴气，真是倒胃口。这是什么气息？你刚才说想要我的道果？不可能！10万年了，天道崩塌，这世间怎么可能还有无缺的大帝？幻觉，这一定是某种幻术。修仙一途，本是为了超脱生死，庇护苍生，你却吸食后辈精血苟活，形同寄生虫。今日，我便替这3000道狱清理门户，剥夺你准帝尊名，打入九幽。念在你们是被这些蠢货圣主裹挟，今日我只诛首恶，其余众人自废一层境界，滚回中州。从今往后，3000道的规矩由我昆仑宗来定。再有恃强凌弱、血祭同道者，杀无赦。10万年了，又一枚大跌倒果现世。诸位，不用再沉睡了，我们的新血时来了。3大圣主自尽，仓库准帝被一掌灭杀。南荒那座荒山上，竟然臣服着一位活着的无缺大帝。10万年天道残缺，大帝早已成为传说，如今竟真的现世了。随后，无数一流势力的宗主备齐奇珍异宝，前往昆仑山朝圣，祈求大帝庇护。师尊有令，昆仑不收供奉，不结私当，再敢恃强凌弱，血祭生灵，3大圣主便是下场。另外，打扰师尊午睡，诛9族。不以权势敛财，一心体恤苍生，这才是大帝格局。我等受教，即刻返回，善待领地凡人和散修。丁，宗门威望震慑3000道狱，
任务名扬天下超额完成，获得宗门声望值50万，获得圣阶护山大阵升级卷轴，获得奖励极道地兵线索1条。生命禁区藏天岛深处，遗落着仙骨气源的残破地中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向3000道域传播庇护苍生之正向大道，符合人皇利益，额外奖励造化悟道塔1座，塔内时间流速与外界为10:1，且蕴含完整大道法则，极度适合弟子闭关破境。造化悟道塔10:时间流速，倒是及时雨。师尊，此神物究竟是何物？此乃造化悟道塔，里面1天相当于外面10天。你们以为3大圣地覆灭，天下便太平了？真正的祸患在生命禁区。师尊，弟子前世身为大帝，深知这天下的毒瘤，从来不在那些所谓的圣地，而在于生命禁地。不错，看来你的记忆还没有完全退化。昨日我释放出无缺的大地气息，已将他们全部惊醒，黑暗道乱将至。师尊，那些至尊既然如此丧心病狂，难道就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吗？以前没有，但现在我昆仑宗要护着天下苍生。弟子愿追随师尊，平定禁区，万死不辞。有这份心是好的，但平定禁区，光靠一腔热血可不行。所以，我需要你们尽快成长起来，成长到能够独当一面，能够替为师去斩杀那些为非作歹的至尊。进去闭关吧。塔内10年，外界不过1年。你们拥有鸿蒙造化天经，加上这塔里的无尽资源，若是不能在这段时间里给我突破到大圣乃至准帝境界，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弟子遵命，定不负师尊厚望。藏天岛吗？既然你们把苍生当血食，那本帝就把你们当成我徒弟们升级的经验包。师尊说过，我的剑是为了劈开这世间的吃人法则而存在的。若连区区唤醒都斩不破，我拿什么去平定禁区？以往我修无情冰道，冰封情感，视万物为刍狗。如今才懂，冰雪可以是抹杀一切的酷寒，也可以是掩盖污秽、孕育新生的甘露。这才是真正的造化。是时候出关了。多么鲜活甜美的生机呀！蝼蚁们，吾乃藏天岛使者，伟大的至尊即将苏醒，需要尔等生命作为祭品，立刻献上300万生灵的本源灵气，否则今日便将这天风国化作废土，寸草不生。休想！我天风国的子民是活生生的人，绝不是你们这些怪物的口粮。你们想要300万童男童女的命，那就先从寡人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誓死跟随陛下，宁死不为血食。一群可笑的蝼蚁，既然找死，本所就成全你们。师尊曾言，强者生来就该有庇护弱者的脊梁。你们这群人不人鬼不鬼的畜生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把凡人当祭品？什么人？
竟敢阻挡藏天岛行事！杀你们的人！大眼鸿蒙，一剑开天！哇，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你们逃得掉吗？鸿蒙冰凤！碎！多谢上仙救命之恩，万民永世不忘大德。老人家，不必多礼。凡人敢护苍生，您的脊梁胜过圣主。吾乃南荒昆仑宗大弟子叶晨。我师尊有令，天下苍生皆有生存的权利，绝非任何人的蝼蚁。从今日起，这天风国乃至这天下所有不愿沦为血食的凡俗国度，我昆仑宗保了。若有禁区敢来犯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双我斩一双。不错，这造化悟道塔没白蹲，不仅修为涨了，这装逼的火候也深得为师真传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颗仁义之心算是彻底稳固了。徒弟们在外面救火，做师傅的总不能天天在家里睡大觉。既然你们这么想吃血食，那本帝就亲自去给你们送一顿大餐。外出的先锋气息消失了，天风国的血食没有送来。是谁竟敢斩杀我们派出的使者？10万年了，世人难道已经忘记了被黑暗动乱支配的恐惧了吗？本尊嗅到了，这天地间不仅有一股极其诱人的乌阙大地血液，还有2个修炼了无上造化之法的小辈。若是将他们吞噬，我们不仅能重回地境，甚至能叩开那传说中的仙门。既然血食没有自己送上门，那我们就亲自去取。什么人？乌阙大帝，你就是那个新晋大帝。既然已经成帝，为何孤身闯藏传天岛？你是在找死吗？我9人联手极尽升华，大帝也得喋血当场。找死？徒弟在救人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听说你们这几个老帮菜想吃血食，还要发动黑暗动乱，我亲自来看看。狂妄小辈，你真以为成帝了就可以天下无敌了吗？想当年本皇统御诸天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轮回？这3000道域的苍生，不过是我们圈养的牲畜，我们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你敢阻拦我们进食，今日本皇就生吞了你这无缺的道果。当年统御诸天，是啊，你们当年也是大帝，你们当年也曾为了守护人族，与太古凶兽搏杀，也曾受万民香火，被尊为神明。可现在呢？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！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寿元，为了苟延残喘，你们把曾经发誓要保护的苍生，变成了你们嘴里的食物。生老病死乃是天道轮回，连这点生死都看不透，
连做人最基本的底线都能抛弃，你们也配称皇称帝？不可！弱肉强食，胜者为王。只有活下去，才有资格谈论大道。我们不仅要吃苍生，今天还要吃了你！死了！以指如剑，对抗极道帝兵，这小子疯了！这怎么可能？极尽升华，也不过是回光返照。没有了庇护藏身的脊梁，你的刀轻得像一根羽毛。逃！他不是普通的大帝，快逃去其他地区求援！哼，我既然来了，你们觉得这藏天岛还是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本来想今天就把你们全宰了，但我突然想起，我那几个徒弟还在塔里闭关，要是他们出关了，没有合适的练手对象，未免太无趣了些。从今天起，藏天岛从生命禁地取名，这里将作为我昆仑宗弟子的专属试炼场。你们8个就是我徒弟们升级的经验包，我会用大地阵纹封死这里，压制你们极尽升华的能力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会派我的徒弟进来，你们若是能打赢他们，我便留你们多活几天；若是输了，那就只能怪你们太弱，活该被人砍死了。你竟然要把我们当成你徒弟的试炼魔导了？怎么，只许你们把苍生当谢石，就不许我把你们当经验包？这就是我昆仑宗的规矩。不服，憋着！果然在这里，仙骨气元的残破地中。师尊，天风国的事情我都看到了，你们做得很好。面对强敌不退缩，面对弱小有慈悲，这才是大圣与准帝该有的心境。都是师尊教导的好。不过师尊，那3个怪物自称是藏天岛的使者，禁区内的至尊恐怕已经全面苏醒。黑暗动乱，已经没有那个可能了。难道是传说中仙骨纪元遗留下来的无上至宝造化乾坤钟？哦，你认得此物？弟子前世在上界的古籍中曾看过残卷记载，传闻在极其古老的岁月前，这方天地的天道原本是完整无缺的。这口乾坤钟便是天道孕育的镇世之宝，能够梳理天地灵气，反哺万物众生。但在那场席卷诸天万界的上古神魔大战中，无数极道强者为了争夺成仙的契机大打出手，最终不仅打碎了这捆仙钟，更是将这3000道域的天道打得残缺不全。从此以后，世间灵气日渐稀薄，10万年来再难诞生无缺大地。而那些残存下来的至尊，因为天地灵气不足以支撑他们长生，便纷纷化作了生命禁区里的吸血鬼。原来根源竟是如此！他们打碎了本该庇护众生的天道，反过来却还要吃众生的血肉，何其荒谬，何其可恨！清寒说的不错，他们打碎的碗，今天本帝来替这天下苍生重新补上。师尊这是要重铸仙钟？天地不仁，我便代天行道；天道有缺，我便以身吐天。神帝，这是
上天恩赐啊！感谢昆仑大帝！一己之力修补天道，师尊的胸怀包罗万象，这才是真正配得上大帝二字的存在啊！行了，饭也给他们喂饱了，接下来就该让这天下去活动活动筋骨了。叶晨、清寒，为师刚才去了一趟藏天岛。什么？师尊，你一个人去了禁区，那可是有9位古代至尊啊！纠正一下，现在是8位，有一个不知死活的被我一指头碾碎了，剩下的8个老帮菜已经被我用大地阵纹封锁在藏天岛深处，极尽升华的能力也被我废了，他们现在就是瓮中之鳖。师尊，您这是？为师已经把3000道域的天道修补好了，大环境我来搞定，但那些毒瘤得你们自己去切除。这扇门直通藏天岛深处，从今天起，那里就是你们的专属试炼副本。那8个至尊就是为师给你们准备的经验包。你们不是在悟道塔里闭关3年了吗？现在进去找他们练练手，不把这8个老怪物打服打残，榨干他们身上最后一丝大道法则，你们就不许回来吃饭。弟子保证完成任务。该死！该死啊！这封印竟然连我们的极道法则都能彻底锁死！本皇堂堂远古至尊，竟然被当成了笼中之鸟，那林峰欺人太甚！难道是那林峰狂妄自大，以为封印了我们就能随便派人来羞辱我们？管他是谁，只要不是林峰本尊，来多少我们吞多少，抓活的要写他解开封印。深海境，不对，是大圣境巅峰。那个女娃娃竟然隐隐有准帝的气息，这怎么可能？外界天道残缺，怎么可能诞生如此年轻的准帝？区区2个黄口小儿也敢闯入藏天岛？你们的师尊是让你们来送外卖的吗？本尊已经3万年没有品尝过大圣巅峰的年轻气血了，都给本尊留下吧！来得好，师尊说你们是经验包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帮老怪物能扛得住我几剑！混沌剑体开！不自量力！本尊血毛乃是现金打造，你肉身硬抗，简直是找死！什么？老帮菜，你的力气就这么点吗？啊！不可能！你修的到底是什么功法？竟然能破本尊的地级防御法则！杀你的功法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啊！这小子有古怪！你们的对手是我，绝对零度，冰封王座。你修的冰系法则，竟然比太古冰龙还要纯粹！你们本该名留青史，受万世敬仰，却因为畏惧死亡，沦为了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。你们的道心早已腐朽，今天我就用这世间最纯净的冰来洗刷你们那肮脏的灵魂。怪物！这昆仑宗出来的人都是怪物！好，躲进潼关里，开启绝对防御阵纹。松口！你这死狗，快松口！本尊的大腿肉不好吃啊！我的头发！大师兄，他们的法则被我们抽的差不多了，快要枯竭了。师尊交代过，细水长流，不能一次性薅秃了，得给他们留一口气，让他们自我恢复一下。等过几个月，我们再来刷第2遍。杀了我！求求你们直接杀了我吧！想死，门都没有。你们欠着天下苍生的债，就在这里，用你们的法则慢慢还吧。
3000道域那片废弃的下界，天道壁垒居然被人修补了。先王明鉴，10万年前，仙古大战打碎了那片天地的造化，如今居然能自行修补。不，这绝对不是天地自行演化，必然是有某种违逆天道的无上至宝在下界现世了。能修补天道的至宝，哪怕在仙域，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造化。若是本王得知，便有望冲击那虚无缥缈的仙帝之境。传本王法旨，下界天道异动，必有妖孽作祟，立刻开启破界通道，派遣3位寻仙使降临3000道域，务必查清天道修补的源头。无论是人还是物，统统给本王擒找回仙域。若有敢于反抗者，直接抹除。臣等遵命。天哪，那是什么？天门开了吗？好神圣的光芒，难道是仙界仙人下凡来接引我们了？真是一处灵气污浊、恶臭难闻的下等牢笼。玄冥师兄，何必与这些下界的蝼蚁计较？我们速速找到那修补天道的异宝，夺了造化，赶紧回仙域复命便是。在这里多待一息，我都感觉自己的仙体要被玷污了。不，仙人为什么要杀我们？救命啊！啊！好恐怖的煞气和血腥味！有人在大肆屠戮凡人，而且这股气息超越了准地，是真仙的气息。仙域的人下界了。真仙！仙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杀生灵吗？师尊刚刚修补好的天地，他们竟然敢来破坏！找到了那件修补天道的异宝，果然是仙古遗留的造化至宝，何该我们师兄妹3人立下此等不世之功？下方的蝼蚁听着，此等仙古至宝留在你们这肮脏的下界，简直是明诛暗屠。本仙使今日代表仙域镇域仙王，将其收回。放你娘的仙人屁！大眼鸿蒙，给我破！大师兄，我来助你。蝼蚁的愤怒，真是既可笑又可悲。真仙一指，众生皆忌。师兄，太弱了。下界的所谓天骄，在真仙面前，连一条强壮点的狗都不如。我费心费力，才刚刚把这片天地的法则修补好。你们这3条不知死活的仙域走狗，不仅撕烂了我补好的天，还敢踩着我下界苍生的命，来我昆仑山上大放厥词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们这群垃圾还不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回到天上。你区一个下界成道的帝者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纯粹的极道气机？我是怎么成道的，死人不需要知道。我只问一句：天星城上千万手无寸铁的凡人，是你们杀的？是又如何？我们乃是上界真仙，奉镇域仙王法旨下界。那些凡俗蝼蚁死在我们手里，化作脚下红毯，是生生世世的福气。下界蛮夷，不要以为修成大帝就能放肆。你若敢动我们，
一根汗毛。真日仙王必将降下雷霆之怒，将你这昆仑山连同这方岛屿彻底从世间抹去。哼，把杀人说成恩赐，原来这就是高高在上的仙。今天，我就替那千万冤灵扒了你们这层仙人的皮。给我死！真仙法器，破铜烂铁罢了。你刚才说，凡人死在你们手里是福气，那现在，我赐你形神俱灭的福气，你可要好好受着。不要！师兄救我！师妹，快逃回仙域，禀报仙王！想跑？大地神法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镇阎王座下的。虚空凝剑。庶子尔敢！仙王又如何？手伸得这么长，那就别要了。下界蝼蚁，本王记住你了。待本王真神降临，就是你昆仑宗灭宗之时。不用你下来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带着我昆仑宗的弟子，亲自打上仙界，掀了你的凌霄仙庭。师尊，师尊，哭什么？几个下凡的杂角而已。你们今天做得很好，面对真仙敢于拔剑，为了苍生敢于拼命，你们没给昆仑宗丢脸。师尊刚才的话，不是在说大话。那3个仙使说的对，他们死了，仙域不会善罢甘休。仙凡之战已经不可避免，修仙一度原本是为了得到大自在，但既然有人把这天地当成了屠宰场，那我们就只能以杀止杀，好好炼化这真仙本源。苍天岛里的那几个鹰眼包也别放过，等你们全员踏入地境之日，便是我们昆仑宗举宗飞升、伐仙救世之时。弟子谨遵师尊法旨，不打了，本皇不打了！你们这2个小疯子究竟还有完没完？这就喊停了，门都没有。顶峰！这种天生注定的阶级，与仙域那帮高高在上的真仙有什么区别？我要伐仙，要的不是培养几个无敌的徒弟当孤胆英雄，而是要唤醒这天下苍生、亿万凡人的不屈脊梁。丁，全域传音已开启，宿主的声音将无视空间法则，传达至3000道域每一个生灵的识海人深处。吾乃昆仑宗主林峰。今日，本帝以昆仑大帝之名，在此立下天道新规。本帝将在昆仑山脚下设立昆仑道院，无论你是王公贵族，还是沿街乞丐，无论你是名门天骄，还是毫无灵根的凡夫俗子，只要你心存正义，胸有傲骨，皆可入我道院，学我昆仑造化之法。大
大帝仁慈，大帝万岁！走，去南荒，去昆仑山。这才是我理想中的修仙界。好一个林峰，好一个昆仑宗！杀本王的仙使，断本王的手指，如今居然还敢在下界公然传道，妄图让那些下界的蝼蚁人人如龙！既然你们这般向往大道，本王就彻底断了你们的念想。本王要让你们知道，这天道是由仙域说了算的。来人，取绝地天通锁来！天黑了，那是什么？尔等下界蝼蚁，听着！本王乃仙域镇域仙王，那昆仑宗主林峰逆天行事，屠戮真仙，已犯下滔天死罪。从今日起，本王以仙王之名封锁尔等下界的飞升天门，天门一日不开，尔等下界不仅永世无法飞升，甚至会被这绝地天通锁日夜抽取灵气。不管你们如何修炼，最终都只能在这片污浊的泥潭里老死。林峰，这就是你挑衅仙域的下场。本王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你所庇护的这些苍生，在绝望中渐渐死去。永世无法飞升，灵气还要被抽取，我们的道到头了吗？就这点手段，我还以为这仙王能憋出什么大招呢。3000道域的诸位，都把头抬起来！区区一条破链子，一扇破门，就让你们绝望了。阿玉封了飞升天门，那咱们就不飞升了。我昆仑道院传授你们造化之法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去那种肮脏的仙域，给那群伪仙，给那群伪仙当奴才的。既然那群缩头乌龟把门锁死了，那咱们就好好在下界积蓄力量。等哪天咱们的人兵强马壮，咱们不需要敲门，也不需要飞升，本敌带着你们，直接把那狗屁仙界的天花板给他捅个窟窿！追随大帝，拔剑救世，捅破仙界！天地不仁，我自当强；仙人不义，我自斩之。师尊，您这步棋走的真是太绝了。仙域那帮蠢货以为锁住天门就能锁住灵气，根本不懂人心齐泰山移。上亿人的向导之心汇聚的众生念力，比什么天地灵气都恐怖。对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仙域高高在上太久了，忘记了他们最初也是从凡人一步步爬上去。当他们把众生当成蝼蚁时，被蝼蚁掀翻，就是他们注定的宿命。算算时间，外面5年，里面在造化阵纹加持下，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。那2个小家伙的练级也该结束了。50年了，回想苟延残喘的10万年，为了活下去吃人，活得像躲在阴沟里的老鼠，真是一场荒唐的噩梦啊！是啊，被你们2个后辈折磨50年，恶念与业障竟也被抽空，反而找回了当年初踏修行路时那颗想庇护苍生的初心。诸位前辈，你们欠着天下苍生的血债，这50年来，已经用你们的法则和本源还清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们自由了。多谢，多谢你们，多谢林峰大帝。
若有来生，愿做昆仑道院一扫地凡人，只求心安理得，再不求那狗屁长生。仙域的狗链子也想锁住我昆仑宗的剑，师妹，随我斩了这破链子！正有此意。大眼鸿蒙，一剑开天！造化冰封，绝对灵动！痛快！师尊，师尊，弟子苏清寒，幸不辱命，以登临地境，斩破仙锁裂痕。好，好，没白费为师一番心血。3年悟道，5年刷怪，你们的根基已经彻底铸就。徒弟们，大军集结，随为师一起去把这上界捅个窟窿！